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经济辩论。今天我们不绕弯子啊，直面一个核心问题：展望这个2026年，中国经济这艘大船究竟是会乘风破浪呢，还是说，可能会遭遇一些暗流险滩？没错，相关的研究和数据，其实已经摆在咱们面前了，但是怎么解读分歧很大。一方面呢，政策层面确实能看到有很强的稳增长的意图，目标定的也不低。但另一方面，这个通缩的含义啊，还有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再加上外部环境的那些不确定性，这些阴霾也确实是笼罩着的。在我看来啊，凭借我们这个强大的政策工具箱，我跟你说，这个工具箱里面储备是很充足的，再加上中国经济本身它就有的那种内生的韧性，我相信呢，到2026年，经济不单只能保持在稳定增长的轨道上，甚至有可能交出一份超出市场预期的答卷。我们是觉得有足够的 policy space 去操作的。我恐怕就没这么乐观了。在我看来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通缩那个幽灵又挥之不去，再加上外部风险变数又那么多，所以2026年的经济前景，我觉得挑战是远远大于机遇的。光靠你说的那个现有的政策工具箱，恐怕是难以轻松化解这些深层次矛盾的。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积极的一面吧。首先就是政府稳定增长的决心和这个能力。你看啊，2025年再次设定了500%左右的增长目标，对吧？这个数字明显是高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 IMF 他们预测的4.6%，也高于市场普遍认为的大概4.5%左右。这本身就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说即使外部环境很复杂，比如说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带来压力，高层呢依然有决心也有信心去支撑经济增长。这我觉得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是有真材实料的。你比如说货币政策方面，市场普遍预期还有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比方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就是我们说的降准，释放更多流动性出来，还有可能呢继续降低这个政策利率，引导整个市场的借贷成本往下走。然后财政政策更是已经可以说是子弹上膛了，而且是提前发力。你看今年上半年政府债券的净融资额几乎是去年同期的1倍，翻了一番。这说明什么？说明政府在通过借钱搞基建、促投资这方面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市场普遍还预期下半年可能还会有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要出来，规模可能在5000亿到1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得到的推动力。我承认目标定的是挺高，决心呢也确实能感受到，财政货币政策看上去呢也确实是在发力。但是决心和目标它是一回事，对吧？最终能不能实现，特别是在这么多挑战下面去实现它，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说的这些弹药打出去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就是说精准的命中那个靶心，这个恐怕才是关键。效果嘛，当然需要时间来显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经济的这个基本盘，尤其是我们强大的供给侧优势。你想想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里面的地位，无论是从体量上说，还是从它的完整性来说，都远远超过了像日本德国美国这些传统的制造强国。这种优势它不是1天2天形成的，短期之内你根本就找不到能够完全替代中国的生产基地。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跨国公司心里都是非常清楚的。更进一步看呢，像人工智能，就是 AI 这种新技术革命，正在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这方面，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这对于应对比如说像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些长期的挑战是有实质性帮助的。而且市场层面也并不是一片哀红。你看那个代表大型在港上市公司的 MSCI 中国指数，它覆盖的那些企业盈利，在经历了长达13个季度的低迷之后，首次整体达到了市场预期。这起码说明企业的经营状况可能是在触底回稳了。同时呢，监管环境大家也都能看到在明显转向，政策层面反复强调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水龙头，就是流动性。目前这个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借贷利率，比如那个 DR007， 它持续低于央行的政策利率，这就很清晰的表明市场上的资金是非常充裕的，就是说不缺钱。历史上看呢 M1 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活期存款这个指标的增速，跟我们 A 股市场的表现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近期呢，外资也有一些回流的迹象，央行也表达了要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态度。所以综合来看，政策的决心和空间、产业的坚实基础、技术进步的潜力、市场预期的边际改善，还有这个充裕的流动性，你把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看，我认为2026年达到甚至是超过3%的增长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恕我直言你提到的这些所谓的积极因素，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被几个更深层也更棘手的硬骨头给拖累了，甚至有可能会被完全抵消掉。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通货紧缩的压力。你不能只看那个 GDP 的增长目标，你也得看价格摩根士丹利就预测了，衡量整体价格水平变化的那个 GDP 平减指数，2025年将是负的0.9%，即便到了2026年，在他们的那个 base case 就是基准情景下，也依然是负的0.7%。这说明什么？这意味着整体的物价水平是在持续下跌。我们已经连续15个季度经历了事实上的通缩了，这在有数据记录以来是前所未有的。你刚才说这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我看这更像是已经深入骨髓的慢性病了。根本原因就是供给端太强，生产能力过剩，但是需求端呢却完全跟不上。而且你仔细看看政府的那些刺激措施，是不是还是老思路？更偏向于给企业、给生产端去输血。你看那个企业贷款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部门的贷款增速，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这说明什么？
这不就说明供需失衡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可能在进一步固化吗？然后我们必须得谈谈房地产，这恐怕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风险点了，也是需求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不能只看个别城市、个别楼盘的情况，得看整体的趋势。现在一线城市的房价预期已经急剧转弱了，甚至有那种头部的中介，他们内部交流的时候都认为，像北京这种核心城市的房价可能还有高达30%的下跌空间。我们看看全球的经验，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房价从高点回落个30%左右是很常见的。官方公布的数据呢，显示全国平均房价跌幅大概在17% 左右。但是高盛他们结合了多种数据源，包括中介平台啊、网络爬虫等等，他们估算出来中国房价的实际跌幅可能已经接近30%这个中位数了。而且他们还预测这个下跌的过程可能要持续到2027年才能真正触底。也就是说呀，未来几年可能还要再跌个1/10。你再看看近期的实际成交数据，7月份的那个房地产销售量和销售价格都创下了近年来的新低。百强房企的销售额同比是大幅度下滑的。中原地产的数据也说，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6月份环比就跌了1.21%。贝壳平台的数据更显示啊，4月、5月份房价是在加速下跌。更值得注意的是，贝壳的数据还显示，业主接受亏损卖房的那个比例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背后是什么？是信心呐，是老百姓对房价未来预期的彻底扭转。这种信心一旦崩溃了，想要重建那是非常困难的。你刚才提到地方政府在搞那个收储，想消化一些库存，但是这里面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地方政府收房子的那个资金成本，比如说贷款利息，很可能比这些房子未来能产生的租金回报率还要高。这笔账它算不过来，那规模就很难做大，效果自然就有限了。更核心的是什么？是老百姓的购房意愿现在已经跌到了历史的冰点。瑞银最近做了一项调查，显示居民的购房意愿是历史最低水平。为什么？因为大家对未来的收入没有信心呢。同一份调查里，过去12个月只有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收入有所增加，这个比例比去年还要低。你想想，大家口袋里没钱，对未来有预期那么悲观，怎么可能去买房子这种大件商品呢？就算不买房，租房市场也不乐观。贝壳的数据显示啊，一线城市的租金同比下降了4%，而且未来几年还有大量的保障性自令住房要集中入市，这会进一步增加供给压力，租金可能还会继续承压。你想啊，房地产不行，那相关的几十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居民的财富缩水了，自然就会捂紧钱包，内需怎么可能强劲起来呢？你看那个5一假期，虽然说出行人次多了，但是人均消费支出却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要跌了10%呢，这不就是典型的消费降级吗？还有那个所谓的以旧换新政策，听起来很好，但实际效果很可能是挤出了原本计划购买其他商品的消费额度，总的需求并没有真正扩大。最后再说说就业，这更是民生之本了。官方公布的那个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看上去还比较平稳，但是这个数据和很多其他的指标，你比如说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里面的就业分项，央行做的那个储户问卷调查里对就业情况的感受，甚至像高盛、瑞银这些机构，他们自己追踪的 online 招聘平台的数据都出现了明显的背离。高盛和瑞银的就业追踪都显示啊，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和给出的平均薪资水平都在走弱，再加上外部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如果进一步升级的话，可能导致对美出口的有效关税率达到惊人的40%，这可远高于川普上任前的11%啊！大摩就预测了，这可能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30%，进而影响到1000万到2000万个与对美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还不光是美国，欧洲那边也在搞什么去风险。欧盟商会的调查显示，半数在华的欧企表示正在或者计划将供应链移出中国。所以啊，综合来看，你刚才说的那些政策措施，在我看来呢，更像是给经济踩刹车，防止失速下滑的托底措施，而不是能让经济重新加速腾飞起来的引擎。特别是要实现向内需驱动模式的根本转型，仅靠这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2026年挑战非常巨大，容不得半点乐观。我理解你的担忧，很多数据和现象，确实是摆在那里的。但是我们不能只盯着问题和困难看嘛，也要看到应对的决心和行动啊。你质疑那个5% 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但我认为不能低估我们政策的执行力和动员能力。你看，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就是很明确的抓手嘛。加强基础建设，这也是我们的传统强项。这些政策工具一旦全面铺开，它产生的那个合力是不容小觑的。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也曾经多次完成过在当时看来颇具挑战的目标，对不对？这一次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政策的有效性。决心归决心，执行力归执行力，但是经济规律它不会因为决心而改变呢。你看看这个 GDP 平减指数连续的负增长，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就算名义 GDP 靠投资硬撑着达到了5%，但是你剔除价格因素之后，那个实际增长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种依赖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老路，到底还能走多远？副作用又多大？内需这个最根本的引擎如果点不着火，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持续这么低迷，光靠政府花钱去修桥铺路，这个5%即使达到了，那也是不可持续的空中楼阁呀。通缩的问题我承认它的严峻性，但也要看到当前全球很多经济体都面临低通胀甚至通缩的压力，这里面有全球性的因素。同时呢，这也是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升级这个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阶段性现象，可以说是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吧。而且我们也在积极应对啊，你没看到像 AI 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正在加速吗？这本身就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掉一部分成本和价格下行的压力。货币政策工具相利还有牌可以打吗？央行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相距抉择，灵活运用降息、降准这些手段来应对通缩风险的。这个问题是棘手，但并非完全失控 ，it's manageable。15个季度了，你管这个叫阶段性现象？这都快成新常态了，好不好？这根本不是什么阵痛，而是结构性失衡的集中体现。核心就是我刚才反复强调的，生产端太强，消费端太弱。
你看看企业中长期贷款蹭蹭的往上上，居民贷款需求却疲软的不行，这个剪刀差你我都看到了，这不就是最直观的证据吗？钱都流向了工厂、机械，而不是流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和消费市场上去。你现在的政策导向总体上还是刺激投资、刺激生产那一套，这怎么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呢？这就好比一个水池子，一边哗哗的漏水，就是需求不足，你却只过了一个劲儿的往里加水，刺激供给，那池子里的水位可能暂时稳住了，但漏水的问题一点没解决啊！这不是治标不治本是什么？房地产市场吧，我觉得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市场分化一直都存在的。一线城市那些核心地段，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具有稀缺性的豪宅项目，它的需求依然是相对坚挺的，抗跌性也比较强，而且政策层面也确实在逐步松绑。你像放松限购啊、降低首付比例啊、下调房贷利率啊，这些措施都在陆续出台。你没看到一些城市，比如说珠海、佛山，地方国企已经开始下场回购商品房或者收购土地了吗？这说明政府在用实际行动来托市，来稳定市场的预期。不能因为部分区域、部分类型的房产价格下跌，就否定整个市场的稳定性和韧性嘛。有些板块还是很有弹性的。Some segments are resilient。又是豪宅，拜托，豪宅能代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吗？那是金字塔下极少数人的游戏。我们谈论经济，要看大多数普通人的情况。你去看看那些中介平台，二手房挂牌量是不是屡创新高？很多城市都突破了10万套、20万套了。贝壳的数据不是也说了吗？接受亏损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卖房的业主比例也在创历史新高。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在躲路而逃啊！老百姓是用真金白银在投票。你再看看那个租金回报率，现在很多大城市的租金回报率连2%都不到，但是房贷利率普遍还在3.5%上以上。你持有房产实际上变成了一件亏本的事情。一线城市的租金本身还在下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迹象。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谈什么支撑，谈什么韧性，这根本就是信心崩溃的表现。连高盛这种相对乐观的机构都判断说，房价还要继续跌，可能要跌到2027年，这还不够严峻吗？唉，外部冲击，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这确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挑战。但是挑战里面也蕴含着机会嘛。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它不仅仅是体量大，更在于它那个产业链的完整性和配套能力。美国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中国的供应方，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贸易战的压力，某种程度上也倒逼我们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快的去攻克那些卡脖子的环节。同时呢，也促使我们更加积极的去开拓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内需的潜力是巨大的。外部压力越大，我们向内发力的动力就越强。We can handle the pressure。韧性再强，也架不住48% 的有效关税啊！那不是毛毛雨，那是倾盆大雨。大摩的预测是，今年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可能直接归零了。这还是在假设贸易战没有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而且风险不只来自美国啊，欧洲那边也在搞所谓的经济安全，设置各种贸易壁垒。欧盟商会的报告不是说了吗？半数在华的欧企都在考虑或者已经开始转移供应链了。荣民集团的报告更是直接点名，中国的产业政策对全球贸易造成了扭曲，四面八方的压力都在增加。这种情况下，你指望内循环，靠什么循环啊？老百姓对未来的收入和就业预期一片暗淡，连基本的消费信心都不足，大家都捂紧包包准备过冬了。高端消费降级成平价消费，可选消费压缩成必选消费，你拿什么去支撑那么庞大的内循环？这就是典型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唉，数据解读不能只看悲观的一面嘛。你总说就业压力大，但也要看到政府设定的年度目标是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人以上，并且每年都超额完成。这背后是巨大的政策投入和真实的就业岗位创造啊。消费方面，你刚才也提到5一假期出行人次增加了，这至少说明人们出行的意愿还在，消费场景正在恢复嘛。再次打断，出行人次是增加了，但人均消费比疫情前还降了10%，这难道不是最关键的信息吗？这说明大家出去玩是玩了，但是花钱更谨慎了，更追求性价比了，这就是典型的口红效应和消费降级。还有你说的那个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为什么和高盛、瑞云他们通过对企业招聘广告、薪资水平这些更微观、更高频的数据追踪得出的结论差距那么大？到底哪个数据更能反映真实的就业市场温度？我们不能只看那些可能经过平滑处理的宏观数据，老百姓自己的切身感受，工作好不好找，工作涨没涨，奖金发不发，这才是最真实的经济体温计。好吧，我承认政策确实在想尽办法应对，中央到地方都在持续发力，这种稳定局面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很多问题真的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总需求不足这个核心症结，以及房地产市场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风险点，恐怕不是短期的刺激政策能够轻易化解。这个通缩形成的惯性，居民和企业信心的修复，还有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这些都需要时间，甚至可能需要更大力度、更深层次的改革。所以啊，展望2026年，我个人的看法依然是偏向谨慎的，挑战依然非常严峻，道路不会那么平坦。我也承认挑战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这个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呢，我仍然坚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稳固的，它有其他经济体不具备的那种独特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回旋空间。通过更加精准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持续深化开放，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相信中国经济在2026年能够克服困难，稳住阵脚，保持在合理的增长区间运行，并且为迈向更高质量、更持续的发展阶段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The potential is still there， 这个潜力啊，我们不能低估。
未来究竟会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确实还需要我们持续关照各项经济数据的变化，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实际落地效果和它的传导机制。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研究报告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不同分析视角和预判，但现实往往比模型和报告预测的要更加复杂和动态。是的，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理解这些分歧背后的逻辑和依据，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交流的价值所在。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点赞和关注。